迪丽热巴，粉丝心疼你都有时差。先看一个对比，上面是迪丽热巴给嘉行10周年的蛋糕 vs 下面的是嘉行传媒21年给迪丽热巴送的蛋糕。这些当时也仅仅是吐槽一下工作人员不用心，直到现在被送上热搜，才知道迪丽热巴一直被原嘉行工作室人员背刺，路人粉现在才知道。宣传岗核心人员星星现在被曝履历存疑，能力极差，曾服务于迪丽热巴竞品团队。工作期间据宣肖起清壤和利剑玫瑰时，出现物料低级错误，丝毫不用心。热巴的一些黑通稿在平台挂数天也不处理。迪丽热巴的化妆师王亚飞多次造型无效化妆，甚至不如素颜好看。粉丝很难不怀疑对方是故意破坏形象。除了这些，粉丝之前就已经发现工作人员在迪丽热巴零下拍戏时仅给热水瓶，无其他保暖设备。红毯活动穿短裙坐着也没有防走光毛毯。品牌赠礼被转送同公司其他艺人，热巴并没有收到。以前是被公司家救团队联手背刺，现在她终于自己当家做主了。希望迪丽热巴这次是真涅槃重生，嘉行合约到期，彻底不续。恭喜迪丽热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，远离翻车化妆师，摆烂宣传全踢出局，从今往后只走花路不受气，从此不受压榨，不被背刺，不做血包，今后全是美美花路。在娱乐新闻的语境里，心疼是一种很常见的情绪表达。可当粉丝心疼你都有时差成为热搜标题时，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句感叹，而是一种情绪被组织起来的叙事。围绕迪丽热巴的这篇文章，表面看是在罗列细节，蛋糕的对比，宣传岗位的失误，妆造的不理想，冬天拍戏的保暖问题，红毯现场缺少毛毯，品牌赠礼未能到位，这些碎片像一颗颗散落的珠子被重新串联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他曾被刺，如今终于自立门户。但如果把视线稍稍拉远一点，会发现这并不是孤立。在内娱的叙事模式中，当艺人与公司走到分岔路口，往往会出现一种熟悉的表达方式：资源被压制，团队不给力，宣传拖后腿，形象被消耗。情绪的聚焦点会慢慢转移到他本可以更好，以及他值得更好的对待。这种叙事未必全然虚构，却也并非简单的对错判断，而更像是一种阶段转换时的情绪整理。迪丽热巴这些年所处的位置，本身就不是普通新人可以比拟的。她在流量高位停留多年，既拥有商业价值，也承受高度曝光带来的审视。她的每一次红毯，每一部作品，每一次妆造，都会被放大讨论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团队是否尽心这个问题，很容易成为情绪出口。蛋糕的对比，本质上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细节。一个精致或简略的外观，被赋予了态度与尊重的隐喻。粉丝在意的，或许并不是蛋糕本身，而是其中传递出的用心与否。当这种情绪与其他零散事件叠加时，就会形成一种连贯的解释逻辑。原来那些不完美，并非偶然，而是长期积累。这种连贯性让背刺的叙事显得完整。然而，娱乐工业的运作远比表面复杂。宣传岗位的专业度，妆造团队的审美选择，资源分配的博弈，本来就是一个多方协商与商业权衡的结果。外界看到的是效果，内部则往往是策略与现实条件的平衡。很多时候，所谓失误也可能只是审美分歧。所谓未处理的黑稿，也许涉及平台规则与法律程序。这并不是为任何一方辩护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娱乐产业从来不是单向度的。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也许是迪丽热巴选择成立个人工作室这一节点本身。对一位在行业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艺人而言，成立个人工作室意味着更多自主权，也意味着更高责任。它既是对过去合作模式的告别，也是对未来路径的重新规划。从文化角度看，这种自立门户的选择，
其实代表了一种职业成熟。艺人不再完全依附公司资源，而开始掌握话语权与决策权。这种转变既是行业趋势，也是个人成长。当粉丝高喊只走花路不受气时，里面既有保护欲，也有期待。保护是对偶像过往经历的共情，期待则是希望他在新的阶段拥有更理想的环境。情绪本身是真实的，但情绪背后的意义或许更值得慢慢思考。迪丽热巴的公众形象一直以明艳与自信为主调，她并不是那种以受害形象立足的艺人，相反，她更常被赋予光鲜、亮眼、稳定的标签。因此，这次被背刺的叙事显得格外突出，它为原本顺风顺水的轨迹增添了一层戏剧张力。但戏剧之外，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仍然是作品与选择。粉丝情绪可以制造声量，却无法替代职业判断。团队更替可以带来新气象，也可能伴随新的挑战。所谓涅槃重生，听上去动人，却终究需要时间验证。或许，所谓心疼有时差，并不只是对过去细节的回顾，更是一种对关系变化的迟来的理解。我们总是在事情结束之后，才重新拼凑线索，试图解释那些当时未曾留意的瞬间。在高度商业化的娱乐工业中，艺人与公司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。合作有蜜月期，也有磨合期。当阶段结束，情绪会被放大，细节会被重读。可真正重要的，从来不是谁对谁错的简单判断，而是下一步如何走。迪丽热巴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，拥有更多掌控权，也承担更多风险。粉丝希望她远离消耗，远离内耗，这是可以理解的愿望。但与其沉溺于过去的背刺叙事，也许更值得期待的是，她如何在新的结构里重新定义自己的职业轨迹。娱乐新闻常常喧嚣，情绪常常汹冲，但文化观察的意义在于为这种喧嚣留出一点距离。当热搜退去，当情绪平复，也许我们会发现，比心疼更重要的是成长本身。真正的花路不是没有风浪，而是在风浪之后依然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迪丽热巴与嘉行传媒结束合作，顶流女星开启独立运营新篇章。迪丽热巴和嘉行传媒这出分手大戏终于迎来了大结局，而且是个让粉丝们集体放鞭炮庆祝的 Happy Ending。2026年2月26日，多家认证账号同时爆料，迪丽热巴与嘉行传媒的经纪合约正式到期，双方友好协商后决定不再续约。这位顶流女星正式开启单飞模式，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独立运营。要说这俩人的分手连续剧可真是拖得够长的，从2025年5月开始，网上就时不时传出迪丽热巴要离开嘉行的消息，搞得粉丝们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七上八下。每次有风吹草动，嘉行的公关部就火速上线，去年10月甚至只发了一个假字来辟谣，惜字如金的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暗自收费。结果这次实锤来了，嘉行却像突然断网了一样沉默是金。这种不辟谣即默认的操作，让网友们纷纷调侃，嘉行这是把假字的额度用完了吗？回顾这13年的合作，迪丽热巴和嘉行传媒的故事堪称娱乐圈版的养成系。2013年签约的时候，热巴还是个青涩的小姑娘，嘉行也算是她的娘家，一手把她从新人捧成了顶流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白凤九，你是我的荣耀里的乔晶晶，这些经典角色确实让热巴圈粉无数。但问题是，随着热巴越来越红，粉丝们发现公司的操作越来越迷，宣传跟不上，资源分配不均，黑热搜处理慢半拍，甚至连生日蛋糕都能搞出个搬砖蛋糕的乌龙。这是祝姐姐生日快乐，还是祝她早日搬砖跑路啊？更绝的是，粉丝们还扒出热巴手握11个代言，其中包括5个高奢品牌，贡献了嘉行近30%的营收，简直是公司的摇钱树。但这么一棵摇钱树，
公司却舍不得多浇点水，宣传物料错误频出，重要场合的妆造也时常掉线。粉丝们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早就开启了接离家模式，每天都在超话里打卡许愿，希望姐姐早日脱离苦海。这次官宣解约，评论区简直成了大型许愿还愿现场，脱离苦海未来可期的刷屏速度比双11秒杀还快。也有吃瓜群众担心热巴单飞后的发展，毕竟嘉行虽然槽点满满，但好歹是个成熟的公司，有资源有人脉。现在自己当老板，听起来很爽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可不容易，从谈剧本到接代言，从舆情管理到团队建设，样样都得亲力亲为。不过看看热巴的待播剧销，喜清壤白日提灯，还有2026年央视春晚的精彩表现，这姐的业务能力确实能打。而且人家早就在2017年成立了个人工作室上海竞艳影视文化工作室，看来是有备而来，不是一时冲动。这场分手对嘉行来说无疑是个重创。继杨幂、祝绪丹之后，热巴这个最后的顶流也走了，公司瞬间从顶流制造机变成了前顶流纪念馆。网友们已经开始玩梗，说嘉行可以考虑改名叫嘉行扶贫办或者嘉行回忆杀了。不过商业世界嘛，合则来不合则去，好聚好散总比撕破脸强。对于热巴来说，这无疑是演艺生涯的新起点。没有了公司的捆绑，她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剧本，不用再被迫带新人演自制剧，也不用担心妆造团队掉链子。粉丝们期待的是一个更专业、更高效的团队，能把姐姐的美貌和实力完全展现出来。毕竟，谁不想看到一个颜值演技双在线、资源好到飞起的热巴呢？这场持续了将近1年的解约悬疑剧终于落幕，结局是粉丝喜闻乐见的独美剧本。正如网友所说，共有从前，各有未来。希望热巴的新工作室能支灵起来，让姐姐在娱乐圈继续发光发热，而嘉行也好好反思一下，为什么留不住人。毕竟在这个时代，光靠情怀是绑不住艺人的，专业能力和真诚态度才是硬道理。最后送上一句网络流行语：恭喜热巴，离家快乐，未来可期，搞事业的女人最美。如果把这次合作结束仅仅理解为一场艺人与公司分手，那或许低估了它的结构意义。当迪丽热巴与嘉行传媒正式不再续约的消息落定时，舆论场上更多是祝福与庆贺，但站在行业视角看，这更像是一场关于权力、资本与品牌结构的重组。13年的合作，不只是情感故事，更是一段典型的娱乐工业样本。从新人到顶流，从公司资源扶持到个人商业价值反哺公司，这是一种双向成就的过程。早期，公司承担风险，艺人积累曝光；中后期，艺人形成品牌，公司获得溢价。当这种平衡被打破，结构必然松动。首先，最直接的冲击来自财务层面。顶流艺人的商业价值不仅体现在片酬，更体现在代言、品牌合作与跨界资源。迪丽热巴长期保持稳定的商业输出，她的高奢合作与品牌数量在同梯队中始终占据优势。对于任何一家以艺人经济为核心的公司来说，头部艺人往往承担着现金流稳定器的角色。一旦核心资产离场，短期内的营收结构势必受到影响。这并非情绪判断，而是行业规律。娱乐公司与制造业不同，他们的核心资产不是厂房，而是人。当最具市场号召力的名字离开，公司的议价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都会被重新评估。其次是品牌结构的变化。嘉行曾经被外界视为顶流孵化器，在公众印象中，它既代表成熟的艺人运作体系，也象征资源整合能力。当顶流陆续离开时，品牌叙事会发生转向，从制造顶流到如何留住顶流。这种形象变化对公司未来吸引潜力艺人而言，并非小事。娱乐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只是捧红一个人，
而是建立稳定的信任结构。艺人与公司之间的信任是长期合作的基础。一旦这种关系进入终点，外界自然会追问，问题出在哪里？是发展方向分歧，还是资源配置策略不同？无论答案如何，这些疑问都会成为公司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再进一步，是内部权力结构的再分配。当头部艺人离开，公司内部的资源投放、宣传预算、制作重心都将随之调整。原本围绕顶流展开的项目可能会被重新规划，原本依赖明星效应的自制内容也可能需要转型。对于仍在公司的艺人而言，这既是机会，也是考验。机会在于资源重新分配，考验则在于公司能否稳定军心。但这场变动也映射出一个更宏观的趋势：艺人话语权的上升。近年来，随着个人品牌价值的强化与社交媒体的直接传播能力增强，顶流艺人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经济模式，成立个人工作室、独立运营已经成为不少成熟艺人的选择。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掌握决策权与资源主导权，它意味着更高自由度，也意味着更大风险。对于迪丽热巴而言，独立运营既是一种职业升级，也是一场能力考验。公司体系能够提供流程支持与风险分担，而独立模式则要求更成熟的团队与更精准的判断。它是一种从被管理到自我管理的过渡。从文化意义上看，这象征着艺人从流量符号向职业主体的转型。因此，与其简单理解为谁离开了谁，不如说这是一次双向的结构调整。公司失去稳定的商业支柱，必须重建增长逻辑；艺人获得更大自由空间，也需要承担更高管理成本。娱乐产业从来是流动的，合则来，不合则去，并非撕裂，而是周期。真正决定未来的，并不是这场合作的终点，而是之后的路径选择。嘉行是否能够培育新的核心力量？迪丽热巴是否能在独立运营中实现更高质量的作品输出？这些问题才是时间会给出的答案。在资本与流量交织的行业生态里，没有永远稳固的结构，只有不断重塑的平衡。或许这次合作的结束，既不是简单的胜负，也不是单向的损失，而是娱乐工业向更分散、更个体化权力格局迈进的一步。当情绪退场，结构浮现，我们看到的便不只是一次分手，而是一场关于行业模式的变迁。热巴敢单飞的底气是啥？个人工作室100%持股，11个代言在手。今天，热巴成立个人工作室了，从演员到自主经营者，迪丽热巴手握事业主动权，以热爱与实力奔赴下一城山海。你猜独立艺人最怕什么？资源断层。迪丽热巴手里握着11个全球代言，其中5个是高奢品牌。Dior、吕、宝格丽这些金主认的是他这张脸，不是嘉行那块招牌。商务分成提到100%后，资源对接反而更高效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没有公司卡流程，品牌方直接敲门，他点头就能签。这就是顶流的底气。粉丝经济时代，艺人本身就是 IP， 嘉行曾是他起飞的平台，如今却成了限速的枷锁。待播剧《白日提灯》作为独立宣发首作，成败至关重要。但看看他的牌面，热搜体制、红毯杀手、带货女王，市场认他，比认任何公司都管用。13年一场大梦，醒来时他已站在食物链顶端。他在嘉行的平台上深耕不辍，收获了成长与认可。未来新征程，他将以独立主理人的身份，坚守对表演的初心与敬畏，专注打磨优质作品，用心诠释每一个角色。娱乐圈从来不缺解约的戏码，但缺的是解绑后更猛的范本。迪丽热巴用这场单飞证明了一件事：真正的顶流不需要公司背书，他自己就是资本。那些曾嘲笑他离开嘉行什么都不是的人，现在可以闭嘴了。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对家，
最好祈祷自己的合约别到期，因为自由的滋味尝过就再也回不去。如果说娱乐圈最动人的戏码是什么，或许从来不是荧幕里的爱恨情仇，而是现实里的合约更迭。当迪丽热巴正式以100%持股的姿态成立个人工作室，单飞二字就不再只是粉丝口中的愿望，而成为他职业版图里清晰而坚定的一步。很多人问他敢单飞的底气是什么？答案或许并不复杂，是长期累积的市场认可，是实打实的商业价值，是作品与流量共同筑起的护城河。在流量更迭极快的时代，顶流的保质期往往被外界低估，但迪丽热巴的商业曲线却呈现出一种难得的稳定性。11项全球代言在手，其中高奢品牌占据半壁江山。从 Dior 到 Louis Vuitton， 再到 Bulgari， 这些品牌的合作逻辑从来不只是公司背书，更是对艺人个人形象与市场号召力的认可。在粉丝经济时代，艺人本身就是 IP， 公司可以放大价值，却很难凭空制造价值。当品牌选择与他续约或加深合作时，看重的不是合约抬头写着谁的名字，而是它本身所代表的审美符号与消费号召力。这也是100%持股真正的意义所在。当商务分成不再经过多层结构，当对接流程更为直接高效，艺人对事业的掌控感自然提升。资源不会因为失去公司而自动断层，反而在精简结构后更具灵活度。这种模式意味着风险自淡，也意味着收益最大化。当然，单飞从来不是浪漫叙事，它背后是团队重组、舆情管理升级、项目筛选更为谨慎。对于已经站在行业高位的艺人来说，最怕的不是起点不够高，而是节奏失控。但从过往表现来看，迪丽热巴的职业选择并不冲动，早在数年前便已布局个人工作室，这更像是长线规划，而非临时起意。外界常以解约作为戏剧化表达，可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解绑之后的增幅。他曾在成熟公司体系内成长，从新人到顶流，完成从被推向舞台中央到主动选择舞台方向的转变。如今，他站在新的起点上，不再只是被资源分配的对象，而是资源整合的主理人。身份的变化意味着视角的变化。有人担忧资源是否会因此受限，但市场往往比想象更现实。热搜体制并非偶然，红毯影响力也不是短期运气。它的名字本身就具备传播属性。当一位艺人的个人品牌已经能够独立运作时，公司角色自然从核心引擎转为协同平台。当平台功能弱化，独立便成为合理选择。待播作品《白日提灯》将成为重要节点。这不仅是作品本身的考验，也是独立宣发体系的首轮验证。若成功，便为单飞模式注入强力信号；若波动，也只是成长曲线中的调整。关键不在于一次胜负，而在于长期趋势。娱乐产业从来不是静态结构，艺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阶段性合作。当合作目标完成，路径自然分叉。与其将此视为对抗，不如理解为生态演化。越来越多成熟艺人选择独立运营，这本身说明行业权力结构正在改变。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这种变化体现了个人品牌资本化的进阶。当流量不再只是数据，而是可持续的商业资产时，艺人便具备更强议价能力。它的价值不再依附单一公司，而是成为可流动的核心资源。当然，自由意味着责任。没有公司作为缓冲，所有决策都更直接。团队选择、剧本把关、品牌筛选，每一步都影响长远形象。但或许正因为如此，独立才更具吸引力。它给予艺人对事业的完全投入感，也给予市场更清晰的反馈路径。13年合作像一场长梦，醒来时，他已经站在更高的位置。过往的支持与平台作用不可否认，但未来的道路需要他自己书写。单飞不是对过去的否定，而是对未来的确认。
在这个行业里，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解约，而是解绑后更猛。如果说顶流需要背书，那么他多年的市场成绩单便是最有力的证明。如果说资本决定方向，那么当艺人本身已成为资本的一部分时，规则自然会随之调整。或许若干年后回看，这一天并不是戏剧高潮，而是平稳转折。他没有高声宣告革命，也没有制造对立，只是顺着职业曲线自然延伸。真正的底气，从来不是喧嚣，而是长期积累后的从容。娱乐圈更替迅速，但价值沉淀需要时间。迪丽热巴的单飞，不只是身份变化，更是行业成熟度的体现。当艺人能够以独立姿态面对市场时，意味着他对自身能力的确认，也意味着市场对他的认可。未来如何，终究要看作品。流量会起伏，热搜会更迭，唯有作品与专业度能延长职业生命周期。独立之后的他，既要保持商业优势，也要持续输出代表作。这是挑战，也是机会。在喧闹的舆论之外，也许更值得记住的一点是，自由不是脱离，而是承担。单飞不是离场，而是换一种方式站在舞台中央。当掌声与质疑并存，当期待与压力同行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份选择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长久积累后的自然结果。所谓底气，并不神秘，是市场给出的答案，是品牌投下的信任票，是多年打磨后形成的个人价值曲线。当他选择向前时，背后并非空无一物，而是13年沉淀的经验与资源。单飞或许会让结构更轻，但也会让路径更清晰。在娱乐工业的浪潮中，能走到这一步，本身已是实力的证明。未来会如何展开，我们尚未可知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场单飞并不是结束，而是一种更主动的开始。迪丽热巴校园影像重燃热议，从青涩校花到反差女神的蜕变之路。一段尘封多年的大学影像，将迪丽热巴的校园时光重新拉回公众视野。视频中，她扎着齐刘海，在校园操场上奔跑跳跃，素颜出镜却难掩精致五官，清纯气质与如今荧幕上的明艳形象形成强烈反差。这段影像迅速登上热搜榜首，引发全网对天然美女的讨论热潮，更让大众窥见这位顶流女星鲜为人知的成长轨迹。影像曝光源于一位校友的意外发现。这位网友在整理旧物时，翻出2011年拍摄的校园纪录片片段，其中迪丽热巴作为新生代表参与校庆活动，身着民族服饰手执彩旗领舞的画面被完整记录。视频中，她时而低头整理裙摆，时而与同学嬉笑打闹，青涩模样与如今气场全开的红毯造型判若两人。随着更多细节被爬出，课堂笔记上的卡通涂鸦，食堂排队时踮脚张望的侧影，辩论赛上紧张攥衣角的动作，一个真实鲜活的校园少女形象逐渐清晰。这场回忆杀迅速演变为全民考古狂欢。网友翻出她军训时被教官点名表演新疆舞的旧照，发现她当年就因360度无死角的美貌被选为平面模特，拍摄的校园宣传照至今仍挂在上海戏剧学院官网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她大学时期就展现出反差特质，既是辩论赛上逻辑缜密的主持人，又是宿舍里抱着零食追剧的吃货。既能穿着礼服走秀气场全开，也会套着宽松卫衣在操场夜跑。这种可盐可甜的多面性，早在学生时代就埋下伏笔。随着讨论深入，公众视角从外貌延伸至成长内核。有校友透露，迪丽热巴大学期间常年保持专业第一，却总在获奖后低调躲进楼梯间吃烤馕。被选为校花时，她红着脸说：“比我好看的人多着呢。”这种谦逊态度与如今在奔跑吧中徒手劈西瓜、极限挑战里徒手抓鸡的女汉子形象形成奇妙呼应。正如网友评论，原来女神的反差萌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修炼了。
这场热议最终演变为对真实美的集体共鸣。当某些明星深陷整容争议时，迪丽热巴的校园影像成为天然美女的有力佐证。当公众对人设营销产生审美疲劳时，她学生时代就展现出的多面性，恰好印证了反差感源于真实性格而非刻意经营。正如某娱乐评论人所说，大家爱的不是某个固定形象，而是那个会紧张、会犯懒、会为梦想拼尽全力的迪丽热巴。从新疆少女到顶流明星，迪丽热巴用10年时间完成华丽蜕变，而这段校园影像的走红，恰似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公众对真实成长故事的永恒渴望。当流量泡沫逐渐消散，那些未经修饰的青春印记反而成为最动人的注脚。毕竟，谁不曾有过青涩懵懂的校园时光？谁不想见证一个真实灵魂的破茧成蝶？免责声明：文章的时间、过程、图片均来自于网络，文章旨在传播正能量，均无低俗等不良引导，请观众理性看待本事件，切勿留下主观臆断的恶意评论。互联网不是法外之的。本文如若真实性存在争议，事件版权或图片侵权问题，请及时联系作者，我们将予以删除。在流量更迭迅速的娱乐时代，一段尘封多年的校园影像，往往比精心设计的红毯造型更具穿透力。当那段拍摄于2011年的大学视频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时，镜头里的迪丽热巴并不是聚光灯下气场全开的顶流女星，而是扎着髻刘海、素颜奔跑在操场上的普通少女。也正是这种未经修饰的真实，让无数网友在短时间内产生强烈共鸣。视频里，她穿着简单的校园服装，在阳光下跳跃、转身，和同学嬉闹。没有精致妆发，没有团队打光，更没有刻意设计的镜头语言。五官清晰却不张扬，笑容自然又带着一点学生时代特有的羞涩。与如今红毯上画幅加身、珠宝璀璨的形象相比，那种反差显得格外动人。这种反差并非刻意营造，而是时间自然叠加的结果。人们常常对明星的成长故事充满好奇，但真正能够打动人的，从来不是神话式叙述，而是可被触摸的真实轨迹。校园影像的走红，本质上满足了公众对未被包装的过去的想象。它让人看到，在成为顶流之前，他也经历过和普通人一样的青涩阶段。随着更多细节被挖掘，关于他大学时期的片段逐渐拼接成完整画面。课堂笔记上的涂鸦，排队打饭时踮脚张望的侧影，辩论赛上略显紧张却努力镇定的神情，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构成了一个更立体的迪丽热巴。她不是凭空出现的完美女神，而是一步步走来的年轻人。更令人关注的是，这段影像恰逢公众审美转向的节点。当娱乐行业频繁陷入人设营销与过度包装的争议时，一种对真实美的渴望正在悄然增强。天然的素颜状态，未经雕琢的笑容，比任何精修照片更具说服力。有人说，这段校园视频是对天然美女最有力的回应，但或许更重要的是，它回应的是一种关于成长的诚意。从新疆少女到荧幕焦点，她的蜕变并非一夜之间。大学时期，她已在专业领域保持优异成绩，却始终保持低调。被同学评价为成绩好却不张扬的她，在获奖之后选择悄悄离场。这种克制与自持，似乎也延续到日后的职业生涯。如今在综艺节目里，她可以大方展现爽朗与坚韧，在作品中尝试多样角色，但骨子里的谦逊并未消失。这种多面性正是公众热议的焦点。有人感叹她的可盐可甜，有人赞叹她的反差萌，但这些标签背后其实是同一个内核：真实。学生时代会紧张，会害羞，也会因小事而开心。成名之后会沉稳，会自律，也会为角色拼尽全力。她的变化不是割裂的，而是连续的。校园影像之所以引发全民考古，并不仅仅因为怀旧情绪，
更因为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时间的力量。10年是足以改变一个人的阶段，那些未经修饰的青春印记，成为今日光芒的起点。当镜头回溯，他的成长轨迹被重新审视，公众不再只关注现在有多美，而是关心曾经如何努力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场热议也是对努力叙事的一次确认。很多人习惯把顶流视为天赋与机遇的结合，却忽略了背后的长线积累。大学时期被选为平面模特，并非偶然。舞台表现力的自然流露，也源自长期训练。当年在操场上练舞的身影，与后来红毯上的从容姿态，其实是一条连贯的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讨论并未停留在外貌层面，而是逐渐转向性格与态度。校友提及他在辩论赛上冷静分析的表现，也回忆他在宿舍里追剧时的随性一面。正是这种生活感，使他的形象更具温度。人们喜欢的不是完美无瑕的神像，而是能够看见烟火气的个体。在流量泡沫逐渐被理性审视的当下，这段影像像是一面镜子。它提醒公众，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经营的光环，而是时间沉淀后的自然光泽。当镜头不再刻意强调女神，而只是记录一个少女奔跑的背影，反而更具力量。当然，舆论场的热度终会褪去，但影像留下的意义不会消散。它不仅让人重新认识迪丽热巴，也让人反思对明星成长的期待。我们总希望看到奇迹，却往往忽略奇迹背后的平凡起点。那段校园视频恰恰证明了，华丽蜕变的前提是扎实的青春积累。或许多年以后，当更多新人走上舞台，人们依然会提起这段影像，因为它承载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回忆，更是一代观众对真实与成长的渴望。在光鲜亮丽的娱乐叙事之外，最动人的始终是那份未经雕饰的初心。从青涩校花到反差女神，这条路看似华丽，却始于最普通的校园操场。阳光下奔跑的少女，与如今镁光灯前的明星，其实是同一个人。时间改变了外在形象，却未曾抹去那份自然与真诚。当流量散去，真正留下的是成长本身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这段校园影像才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。它让人相信，在喧嚣的娱乐工业背后，依然存在一个真实的灵魂，在岁月里慢慢发光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